奇怪，王百川为什么不直接来找我呢？还要躲躲闪闪的到门口来堵我，还特意叮嘱我不许告诉小凡。樊姐她最要面子了，如果知道王百川来找你帮忙的话，肯定会觉得脸上挂不住的。可是王百川事业起步阶段，借助人脉很正常啊。我也搞不懂了，既然压力那么大，又干嘛那么着急买房子？樊姐心里可能有点比较吧。最近有一个男孩在追莹莹，他们俩应该快成了。这个男孩条件特别好，有房有车，收入也不错。樊姐心里肯定是替莹莹高兴的，但是多少有点不是滋味。你要这样说的话，那就难怪了。怎么不接？我家里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，我不想接，可我又怕我妈念叨我。喂，你好，小关，在忙吗？哦，还好，我在那个上班的路上。我想请你吃饭，今天有空吗？因为我前2天实在是太忙了，完全没时间，今天稍微空点，所以赶紧联系你。哎呦，真不巧，我最近在赶一个项目，整个部门的人天天在加班。OK，I got it。那改天再约吧。哦，那太不好意思了，下次再约，再见。你那个项目不知道早就完成了吗？是啊，我都跟家里说我要专心工作，可我妈非不听，非给我安排相亲。这个舒展，这个男孩叫舒展，他最近天天约我一起晚饭，我不想去啊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没时间，我要加班，我还说我要过考核，可现在这考核已经过了，我实在找不到别的借口了。所以啊，谈恋爱那么浪费时间，而且整个人的生活节奏都要被打乱，还要身不由己的去配合一个人。所以你想想，到底一个人爱另一个人爱得多深，才会想要跟他结婚生孩子？也不是吧，我看现在好多相亲才见了没几面，2个人就结婚生子了。这结婚有的时候无非就是搭伙过个日子。搭伙过日子会更无味还是更有趣啊？安妮姐，你不一样，你什么都有了，对爱情的要求就更纯粹一点。爱情本来就应该纯粹的，跟我有什么没有关系。你也一样。可是像我这样的人，如果追求纯粹的爱情，那很容易当剩女的。追求纯粹的爱情就是剩女，追求房子车子反而正常。那我真搞不懂现在人的思想了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我情愿当剩女，起码我剩得理直气壮。我也是。尽管央行早已通过了外汇交易中心推出的 CFETS， 但我个人认为人民币对美元的双边汇率仍然是最重要的指标。你好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吗，女士？您好，请问盛轩集团在哪个包间？请跟我来。谢谢。这边。哎，请等一下，先别打扰他们，我还有一位朋友没到，我们一起进去。好的，那请您这边坐一下，好吧？谢谢啊。但是我认为现在更多的还是应该发展外汇市场。人民币的汇率虽然会呈现更多的双向波动，但是不会大幅度的贬值。而且在进一步消除人民币在岸和离岸的一个汇差之后 ，SDR 的机制的运作也会越来越完善。加上英国退欧后的影响，我认为人民币跃升为世界第2大货币只是时间问题。我赞同何总的看法。就目前的局面，人民币未来会更加的坚挺。来，何总，我们盛轩公司今年业绩应该会更加的好，这都是在您的支持之下才能完成。哎呀，我真的是太想你了！一到宾馆我把行李放在那儿，就直接来接你了。不好意思，包太太，我那边还没有开完会，要不您去那边吃点东西，让我来接。楠楠，我就是想见见你，
没见到你之前，我是真心的牵挂着你呀。不如这样，我跟你一起进去，就作为家属练习好了。我在旁边坐着，不说话的了。哎 ，no， 不方便。有什么不方便的？服务员，请带这位女士去吃点东西，让我来接。好的，你去吃点东西或喝点东西。不必了，你也不必客气了，也不必破费了，我就在门口等你。你既然这么忙，你就忙去好了。OK， 那我进去了。哎。妈，儿子，我现在在上海来看安迪。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你要是知道了，我还能来得了吗？我是到上海专程来看他，他根本就不当回事儿。哎呀，由此可见，你在他的眼里有多么的不重要。妈，您真是太会聊天了，没有我在，也没有合适的理由。你去干嘛去？您下次想见安迪，您能不能好歹跟我说一声？就这么贸然的过去，搁谁心里头也不舒服啊！哎呀，你还向着他！我告诉你们，我亲眼目睹聚会时有个男人跟他献殷勤，又倒饮料又耳语的，我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才闯进去打断了。哎，要不然还不知道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呢。哎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安迪见了我，冷冰冰的，脸拉得老长，跟我欠了他多少钱似的。我说我算是长辈吧，陪他一起进去坐坐。他说不方便，让我在包厢外面等他。儿子，你说说，这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呀？这个安迪怎么一点家教都没有啊？连最基本的尊重长辈他都不懂。小老太太，哎，人家是公务聚会，正式场合，您冒冒失失的闯过去，安迪肯定没有准备，肯定措手不及。您这么做不合适。妈，我到现在还加着班呢，您能不能心疼心疼您儿子，让我把手里的活赶紧干完了，回家睡个好觉？咱有什么事能不能回家好好说？哎呦，主任，您要是忙完了，能不能给我打个电话？想你。哎呦，主任，您忙完了 Hello， 刚才你妈妈来找过我，但是我在忙，我请她在门口等我一下，但是我出来的时候她已经不见了，所以麻烦你帮我跟她说声道歉。道什么歉呀？凭什么道歉啊？我也跟她说了啊，你压根儿就不应该去。你这不是打扰安迪工作吗？是不是？但是我妈她可能是见你心切，你知道。可是好像我知道的和你所说的不一样，她对我并不善意，而且在到处打听我的隐私。想做个人的资讯调查不是这么做的。你们是我们的客户。现在有人会担心，也有人会怀疑我们是不是做了对不起客户的事情。我不怕拆台，但是我非常反感，有什么事情不可以直接说，要这样偷偷摸摸的。不是他没什么意思，你相信我，他没有恶意。他是太关心咱们俩的关系了，再加上魏太太恶意挑唆，他可能对一些现象过度的解读，有点风声鹤唳。他没别的意思。可是魏太太的事情已经解释过了，我是纯技术型，我没有必要跟魏国强有任何的勾搭，就算是有勾搭，也是属于老谭的分工。再过度解读就是恶意解读，就是侮辱我的人格。我相信他也过度解读了今天的聚会，所以当他一冲进来的时候，他一脸的警惕，真的让人非常尴尬。那个不是他是这样啊，我妈看我追你追得太紧了，她有别的男人跟你献殷勤，她替我吃醋。你说你小老太太，你替我吃什么醋？你吃醋啊？啊？哎，安迪，你说句话呀？生气了？
我替我妈给你道歉，好不好？我现在要在你跟前，我立马给你跪下磕一个。别生气啊！我不是生气，我是觉得就这样正常的一个聚会，被解读成这样，我也是没什么好说的。不是，你想多了。我没有想多，这是相当清晰的逻辑关系。魏太太造谣，她信并采取行动；你解释她不信，并未停止行动。我相信他把今天的聚会会解读成一个我和男人之间的聚会。我的同行跟我说几句话，他会解读成对方对我献殷勤，对吗？其实，在没有跟你通这个电话之前，我还没有把这件事情想得这么的猥琐。不是，这跟猥琐没有关系。是，这事儿他放谁身上他都得生气，但你换个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，它是母亲的独特的思维逻辑，也就是说，老虎它护犊子吧，要是有东西靠近老虎，它肯定上去就一口，对不对？你就把我妈当成那老虎，我就是那犊子，不是我就是那虎崽子。它呈现的是极端的动物性。他可以保护你，但是他没有必要把我想成是一个狐狸精。不是，有这可能。但凡经历点风雨的女人，可能都会这么想吧。可这事儿他不怪我呀，你要找你找我爸去，是不是 ？OK， 好吧，我谅解。你说什么？哎呦，亲爱的，我太感激你了。你在这个时候你能体谅我的苦衷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现在天还不晚，你跟我妈去喝个茶，我给她打电话约个好地方，让我跟你近一点。Oh no！ 不是你不谅解我了吗？我谅解不代表我接受她的态度，正是因为她是你妈妈，所以我再见到他，我会以礼相待，但我并不会主动示好。别说她不是我的 mother-in-law， 就算她是，我也只会遵守这个 in-law。为了我的，这本来就是在为了你，要不然连谅解都没有。OK， 我不跟你说了，我现在还有工作。包一凡没想到，安迪的反弹如此激烈，如此不留情面。他觉得自己像蜂箱里的老鼠，两头受气。但这两个人都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，以后更得是一家人。他不能让两人继续斗气下去。说到底，矛盾完全是妈妈惹出来的。哟，安迪，下班了吗？下班了。我儿子现在很为难，我想呢，还是我主动上门，跟你来解除误会，免得我儿子夹在中间，影响工作和休息。哎，这样吧，我请你吃饭，我们俩坐下来好好的谈谈。可是今天晚饭我已经有约了。哟，真是不巧。你已经又约好饭局了，那这样，那我就随便在附近吃一点东西，等你们吃完饭，我们继续聊。我儿子怪我今天要是不道歉，我这心里不踏实。我觉得这样吧，我先送您回酒店休息。走吧。楠楠啊，我们两个，一个是中国传统思想，一个是西方年轻人的思想。昨天晚上我想来想去，我们两个是思想不同，有了矛盾。楠楠，你不知道啊，我们那儿娶媳妇结婚，哎，讲究特别多，双方父母要见面，还要请算命先生给两个新人测八字，八字合了才能天长地久。这一切啊，都是透明的。我们两个有了矛盾，有了冲突，最为难的还是我儿子。都说母爱最无私最伟大，为了儿子，我可以改变我的思想，和你呢多沟通多交流。有了沟通和交流呢，
我就知道你们年轻人想的是什么了。包一凡有说要跟我结婚吗？我们从来没有商量过这件事情。你跟我儿子谈恋爱，不为结婚，为什么？啊，这个可能又有中西方冲突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，因为我怕我中文表达不够好，不然您还是去问包一凡吧。你们俩不结婚，你不想嫁给我儿子？这很难理解吗？结婚很麻烦的，比如财产问题，需要清点婚前财产，还需要签婚前财产协议。我在国外有些资产，在国内也刚刚继承部分遗产。清点的工作需要交给专门的会计师来完成。不过我这方面还好，包一凡不一样，你们是家族企业，也不是上市公司，你们的财产都是混在一起的。包一凡的婚前财产需要清点起来，应该比较困难。你就是为了这个？不全是这个意思。我觉得您需要了解的是，如果我跟包一凡结了婚，他婚后的收入将与我共同拥有，这就涉及到2个问题：一是要明确包一凡他的一个资产份额和收入，不光是作为经理人的收入，还有他的资产增值的部分；二是你们未必愿意我来平分包一凡的婚后收入，所以即便我跟他结婚，在你们眼里我依然是个外人。所以在签署婚前协议的时候，你们一定会设置好万全之策。可是那样带有歧视性的婚前协议我是不会签的。与其这样麻烦，干脆不要结婚。结婚，你有保障能得到儿子的财产，就算我们不放手，多多少少呢，你也能得到些，这个数目还是不小的。不结婚，你什么都得不到，名声也不好听啊。现在什么年代了？我结不结婚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没有必要跟别人解释啊。再说对我而言，婚姻是感情的归属，如果被人为的增加太多的附加条件，让感情不纯粹，我宁可不结婚。不结婚，男人说变就变，这话20多岁姑娘说出口，我信。你都这个年龄了，说出来，我不信。没关系，就当是新旧观念交流吧。我看你跟我儿子结婚的时候，你怎么说？不变。是这家酒店吗？好像你到了。刚才跑步没接电话，现在刚到家。我妈也到家了。对，你妈来找过我，我没跟你汇报，是因为我想，反正她也会跟你说。电话里不说这事儿，哎，伤感情。我感冒了，你听出来了没有？鼻子都堵住了，没什么问题的。你平时说话声音也哑哑的，我还真没听出什么区别。要紧吗？以前那是撒娇，现在是感冒。这怎么办？一生病就更想你了。那你今晚有没有应酬？要不早点睡。我现在已经在家里躺在被窝里想你了。就想这么好好的睡一整天，肯定能好。要是你在的话，就更完美了，还可以抱抱。那我看看我的工作安排，能不能开车过来陪你？别！
别，千万别来，别回头我感冒好了，再把你折腾累了，回头再传染给你。哎，你有这心就行了，对什么药都灵。哎，我现在这鼻子就已经透气了。不会是我跟你妈妈说我不想结婚，你假装生病撒娇吧？哎，我是真感冒了，大姐。不过呢，听我妈那么一说，确实更郁闷了。你说我妈也是啊，跟她说别管别管，她非得缠我，那打她也不是，骂她也不是，谁让她是我妈呢？是不是？哎，亲爱的，谢谢你们那么体谅我。好，那刚好扯平了。费国强也调查你们家，而且调查的应该很仔细的。他怎么夸我的？我没有听。我让他走了，我不想他给了我个 DNA， 就可以对我指手画脚的。干得漂亮。不过呢？不过什么？我在想啊，好歹魏先生还给过你 DNA， 你说我妈给过你什么呀？这将来这婆媳关系怎么处理呀？所以我说不结婚呀，大家都没有压力。主任啊，我是太爱你有主见了，但我也真的是担心你太有主见了。你说这两个有主见的女人凑在一块儿，倒霉的肯定是我吧？没办法，谁让我爱你呢？你嗓子都哑了，甜言蜜语就少说点吧。我呢，就好好的在这儿把我的菜种好，等你来了，给你煮青菜面吃，好不好？